朋友们，苹果又要推出新产品了。昨天啊，我才刚刚更新完 MacBook Neo 第2代的视频，今天呢就来了新消息，就是超低价版且采用手机芯片的 Mac Mini Neo。可以说啊，这一次库克在 MacBook Neo 上呢，确实是结结实实的尝到了甜头。那既然这台轻薄本能卖爆，苹果啊转头一看，立马就开始酝酿下一个大招，也就是预计将推出全新低价版的 Mac Mini Neo。那这一次啊，很有可能命名为 Mac Neo。没错，原本的 Mac Mini 呢，它的起售价是$599。那如果你觉得还是有点贵，那这一次啊 ，Mac Mini Neo 不要599，也不要399，今天只要$299。这个价格真的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如果啊你觉得苹果卖$299是在做慈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背后啊其实隐藏着极其精明的商业逻辑。首先啊，苹果依靠的是几乎免费的库存芯片，不管是之前口碑极佳的 A18，甚至更早一些的优质 A 系列的芯片，他们的研发费用和生产线成本啊，早就被全球卖出去上亿台的 iPhone 彻底给摊平了。所以说啊，把这些现成且性能依然强悍的移动端的芯片拿出来，然后塞进一个不需要屏幕和电池的小盒子里，可以说啊，对苹果来说呢，硬件成本啊已经被压缩到了极致。而这只是第一步，因为苹果真正的杀手锏啊是无孔不入的苹果生态。所以说这台$299的电脑呢，就是一个完美的诱饵。一旦你习惯了苹果的丝滑 macOS， 你就会不自觉的开始订阅 iCloud， 使用 Apple Music， 或者呢在 Apple Store 买软件，以及啊你可能会订阅创作者套装等等啊。未来呢可能还考虑会换 iPhone 手机。那所以说啊，它不是一台利润微薄的硬件，而是一张通往苹果全家桶的终身会员卡。那其次啊，就是现在的 PC 市场大环境啊，简直是给苹果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神助攻。那当前呢，整个半导体行业啊，都是在面临着内存告急的问题，成本啊居高不下。那与此同时啊，各大厂商是为了迎合 AI 浪潮呢，强行拔高了新一代 Windows 电脑的这个硬件门槛，所以导致啊整体价格不断的飙升。那原本便宜好用的入门级 Windows 电脑呢，可以说是越来越难买。那当$300连一台像样的 Windows 办公本或者过得去的 DIY 组装机都凑不齐的时候呢，一台设计精美、系统稳定且毫不卡顿的 Mac 绝对会疯狂收割那些预算有限的学生党和普通家庭，甚至我觉得会颠覆低端市场的占有率。那其实大家只要仔细一看啊，就知道现在的供应链，你会发现啊，苹果推出的桌面端 Mac Neo 啊，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根据 Apple Insider 的最新报道呢，其实啊，它目前市场上的 Mac Mini 正在面临严重的供货短缺。那为什么大家会在疯狂抢购跑 AI 的硬件啊？其实啊，都是养龙虾呀等等。那再加上全球性的这个内存紧缺，所以导致原本定位入门的 Mac Mini 呢，现在可以说是一机难求。那这就给平价版的 Mac Neo 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缺口。不仅如此，这台机器的性价比啊可以说是高到离谱的地步。就算如果你家里已经有了一台主力机的这个高配电脑，但是你还是可以花$299买一个当机顶盒放在客厅来看电视，也是绝对划算的。大家想想看啊，一台高配的 Apple TV 4K 呢，可以说是$100多，但现在你只需要花更多一点点的钱，就可以得到一台完整的 Mac。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买低配版的电脑啊，潜意识里就觉得，只能放在书房的角落里吃灰。但其实如果我们把思路打开呢，把它从书房搬到客厅，那么它的性价比啊，简直是被无限的放大。所以啊，你可以把它接在客厅的4K 大电视上，舒舒服服的看流媒体或者浏览网页，也可以放在厨房来看菜谱。那更重要的是啊，它将帮助苹果在游戏领域实现彻底的突破，这也得益于 A 系列芯片强悍的图形处理能力和硬件级光线追踪。因为这台放在客厅里的小盒子啊，完全可以变成一台轻量级的游戏主机。那无论是运行复古模拟器，还是运用苹果的游戏移植工具包啊，玩那些移植过来的3A 大作，它都能轻松的胜任。那之前大家都吐槽苹果的游戏太少，只要这台机器的保有量上去了，我觉得游戏开发者们自然会蜂拥而至。而且同样是采用手机芯片的 MacBook Neo 啊，上市1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它的销量简直好到爆炸，甚至远超过苹果自己的预期。而且根据供应链的消息显示啊，苹果最初的计划是生产600万台，但是由于销量太快，导致 A18 Pro 芯片耗尽了，所以说Neo 2呢很有可能会提前发布。所以大家想一下，一台售价仅为$599的 MacBook Neo 都能卖得如此疯狂，那苹果再顺势推出一台售价只有$299，并且色彩缤纷，专门用来抢占平价 Windows PC 市场的桌面端 Mac Neo， 那市场会有多震撼啊！
而且这一次啊，Mac Neo 呢虽然是也搭载的苹果的手机芯片，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一颗顶级的芯片呢，比如说 A18 Pro 或者是接下来采用的 A19 Pro 啊，它最贵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不是沙子，而是用高达数十亿美金的这个研发费用和流片成本。但是呢，苹果把这笔天文数字的研发费用全部算在了每年销量上亿台的 iPhone 系列的头上。那苹果呢，转身把这颗同款的芯片放进 Mac Neo 的时候呢，它所承担的芯片研发成本基本上是无限趋近于零。也就是说，而在传统 PC 阵营里呢，无论是英特尔还是 AMD， 他们专门为低端 PC 设计的入门级的处理器呢，依然还是要单独核算研发成本的。也就是说，这才叫真正的降维打击。第二层逻辑就是变废为宝的残血芯片，这才是免费芯片的最硬核的真相。那我们要知道台积电最先进的3纳米和2纳米工艺制程那其实它们的良品率是绝对不可能达到100%的。所以说，在生产线上呢，同一块晶圆上切下来的 A19 Pro 芯片它的体质是各不相同的。那些体质最好、跑分最快、功耗最完美的极品芯片呢，会被挑选出来放进售价上千美元的 iPhone 17 Pro Max 或者是 iPhone 17 Pro 上面。那剩下的就是带有瑕疵的。所以说这个瑕疵是怎样产生的呢？哪怕生产车间里飘进一颗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微小灰尘，或者是硅晶体呢本身排列有极微小的瑕疵，一旦落在了某颗芯片上就相当于一颗巨大的陨石砸中了这栋大楼，那么这颗芯片里的某个核心可能就报废了。在光刻机把电路印在这个硅晶圆上的时候受限于物理和化学反应的极限，那整张圆饼的中心区域呢，受热和曝光是最均匀的。所以说中心位置切下来的这个芯片呢，它是体质最好、跑分最高，也就是堪称极品。而越靠这个圆饼边缘的地方不均匀性就越高。所以说它切出来的这个芯片呢，可能达不到最高的这个运行频率，或者是它的功耗稍微大一点点。那有些芯片可能就只是某个 CPU 核心的这个频率上不去，或者呢是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 上少了一个可用的核心。其实它们依然还是非常强悍的芯片，但是在以前这些体质稍微差的残次品呢，可能就会被当成电子垃圾给废弃掉了，那么损失是非常大的。但是到了现在苹果呢是把这些淘汰下来的边角料的芯片呢，稍微的锁定一下频率，直接塞进不需要考虑手机续航，并且呢散热空间也更大的 MacBook Neo 里面，或者是全新的 Mac Neo 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原本是要扔掉的损耗品，现在就变成了卖钱的摇钱树。那对于苹果的供应链来说这个芯片的边际硬件成本就跟白捡的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些所谓的残次品呢，其实绝对不是不能用的这个电子垃圾，因为呢，他们只是没法通过这个 iPhone 旗舰机那极其严苛的极限测试而已。但是对于我们日常办公比如说剪辑视频看网页的朋友来说你根本感觉不到那点被屏蔽掉的这个性能差距的。而且呢，这些芯片的废物利用可以说是塞进299美元的 Mac Neo 里面呢，既消化了台积电的产能，又拉低了电脑的售价。我觉得这绝对是科技圈里面最顶级的双赢。为什么非要用 A 系列的芯片，而不是降级采用 M 系列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既然要便宜，为什么不直接用老款的 M2 芯片呢？其实这就是面积与成本的博弈了。因为 M 系列的芯片，它的物理面积呢会比 A 系列手机芯片大得多，而且呢面积越大，单片的这个晶圆能切出来的芯片的数量也就越少，所以说它的成本自然也就更高。A18 Pro 或 A19 Pro 的体积极其的小巧，这也意味着苹果在同一块晶圆上能切出更多的芯片，进一步把单颗成本压到了极致。可以说A 系列芯片的功耗呢是极低的，所以说 Mac Neo 呢根本不需要像 Mac Mini 那样搭配昂贵且笨重的电源模块和这个散热风扇。如果这台桌面端 Mac Neo 真的在未来发布预测它极有可能会搭载与 iPhone 17 Pro 同款的 A19 Pro 芯片。那在日常打开软件、浏览网页这种吃单核性能的操作上，它的速度甚至可以超越 M2 版本的 Mac Mini， 并且再加上固定的12GB 的内存刚好把那些吃内存的 AI 开发者拒之门外，完美避开了高昂的内存成本。所以说把低价实实在在的给到了普通消费者。苹果有极大潜力将 Mac Neo 的机身缩减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尺寸。对于苹果来说呢，最省事的做法就是直接套用 Mac Mini 的模具，但是也许呢会再省掉几个接口来彰显它的入门身份。那目前呢 MacBook Neo 呢，它也是采用的无风扇的设计，所以说如果苹果把这台 Mac Neo 塞进像 Apple TV 4K 那么大的一个小盒子里面呢，只需要保留一个比如说 HDMI 的接口、一个耳机插孔和2个 USB-C 的接口就足够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它不仅外观极其的迷你，甚至可以塞进你的口袋里面带走，简直是真正的口袋电脑。那从外观的颜色上来看呢，当然它可能也会复制 MacBook Neo 的多彩外壳，要走青春活力的路线来吸引消费者。所以
很有可能会采用 Neo 或者是 iMac 同款的颜色。那么这个新款的 Mac Neo 到底适合哪些人群呢？大家千万不要有一个误区，觉得这么便宜的 Mac 肯定是一个电子小废物，买回来只能看看网页，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台机器呢，它瞄准的是2大受众人群，绝对会为它疯狂的。第一类人群就是预算有限但又想偶尔折腾一下游戏的朋友，因为现在已经有一大批的用户啊，就是在用那台只有8GB 内存的 MacBook Neo 啊，变着花样的打游戏。他们呢是在用 Crossover 跑 Windows 端的大作，连赛博朋克2077啊都能跑得动。那平时玩任天堂或者是 PlayStation 的这个复古模拟器啊，它的体验更是出奇的好。而且啊，大家想想，那如果 Mac Neo 它升级到 A19 Pro 的芯片，可以说在图形处理器上又暴涨40%的性能，那它绝对可以说是放在你家桌面的这个平价游戏小野兽。第二类人群啊，就是如果你想要入行做视频或者做博主的新手创作者，那对于屏幕前很多小伙伴啊，想做这个自媒体来说啊，如果你现在的状况呢是想平时只用剪映啊，剪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日常记录的 vlog 啊 4K 的视频啊，那你根本不需要一开始啊就砸大价钱，花上万的价格去买 MacBook Pro。那这台 Mac Neo 的性能再加上极低的试错成本啊，无论是日常的图片精修啊，或者视频剪辑，还是轻度的3D 渲染，它都能轻轻松松的帮你拿下。那如果家里啊有闲置的显示屏，再配上一个鼠标和键盘，可以说啊直接就可以使用了，非常的实惠啊。最后啊，我们不得不看透这步棋的深远战略意义，这极有可能是库克在退休前为了铺开更大市场版图的一记绝杀。作为科技圈最顶级的供应链大师啊，库克深知苹果在高端市场已经非常的稳固了，但想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末期啊，为苹果留下一个无法撼动的商业帝国，那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利用极致的性价比打透下沉市场。所以说啊，用$299的杀手级定价，让 Mac 走进全球的千家万户，让更多年轻人的第一台电脑打上苹果的 logo。那这不仅能在短期内创造销量神话，更能为苹果未来的10年服务业态打下最坚实的用户基本盘。不得不说，如果这台$299的 Mac Neo 真的如期而至，它将绝对会成为整个科技数码圈的一场狂欢，也必将成为史上最畅销的台式电脑。而且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这款低价版的 Mac Neo 的尽早到来。所以说，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是怎样看待它的呢？你最期待的是它会有哪些功能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区一起来和我讨论哦。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内容，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的视频点赞留言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见啦，拜拜。终于录完了，今天有点累啊，我要扭一扭，活动一下筋骨。